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兰香如故，谭松韵演绎蒲草戏女主的逆袭传奇；丫鬟替嫁入豪门，真千金沦为三等婢女。兰香如故讲述沈佳兰从云端跌落却绝地反击的传奇。谭松韵演绎的蒲草戏女主以柔克刚，在权谋与爱情中完成惊艳逆袭。看落魄千金如何智破困局，让退婚的未婚夫再度倾心。一部备受瞩目的古装剧《兰香如故》走进了大众的视野。这部剧可谓是星光熠熠，由桐华、萧楼编剧，黄颖香、陈丹执导，谭松韵、刘学义领衔主演，李梦、郭柯宇特邀主演。它改编自何燕山的古典言情小说《兰香园》，光看这强大的阵容和精彩的原著打底，就已经让人充满期待。身份互换，逆袭之路开启。兰香如故的故事一开场就充满了戏剧性。沈佳兰与林锦棋本已订婚，然而命运弄人，沈家突遭谋逆罪灭门之祸。林家见状果断退婚，并转身与赵家结亲。在这风云变幻之际，沈家丫鬟许兰香挺身而出，替佳兰进了林府，而佳兰则顶替许兰香的身份，成为了一名三等丫鬟。这一连串的变故，犹如平静湖面投入巨石，瞬间打破了原有的生活轨迹，也为剧情的发展埋下了重重悬念。进入林府后的佳兰面临着巨大的困境，身份的落差，周围人的冷言与刁难，都如同一座座大山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但佳兰并非逆来顺受之人，她凭借着自己的善良与聪慧，开始了在困境中的顽强反抗。她深知，只有突破阶级束缚，才能为自己和沈家找到一线生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佳兰的每一步都走得艰难无比。她既要小心翼翼地应对林府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又要时刻提防来自各方的明枪暗箭。然而，她始终没有放弃，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，一次次化解危机，逐渐赢得了林锦棋的倾心，也获得了林家众人的尊重。最终，佳兰成功成为林家当家人，并为沈家洗冤讨回公道，完成了从落魄丫鬟到当家主母的逆袭。这样的剧情实在是让人看得热血沸腾。蒲草戏女主坚韧不拔，魅力十足。从剧情梗概来看，《兰香如故》对原作进行了巧妙的改编，尤其在女主林佳兰的设定上有了很大的突破。原作中女主或许带有一些圣母柔弱的特质，但在剧中，谭松韵饰演的林佳兰摇身一变，成为了更加坚韧主动的蒲草系女主。蒲草系女主的魅力就在于，她们如同蒲草一般，看似柔弱，实则坚韧无比。面对生活的狂风暴雨，佳兰没有选择退缩，而是像蒲草一样顺势而为，以柔克刚。她主动出击，积极应对各种挑战，用自己的智慧和善良去化解矛盾，赢得人心。这种角色设定更加符合现代观众对于女性角色的审美和期待。在当今社会，女性不再是柔弱的代名词，她们独立自主，坚韧不拔，在生活的舞台上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光芒。佳兰这个角色正是这种新时代女性精神的生动体现。谭松韵的演绎也为这个角色增色不少。她一直以来都以灵动自然的演技深受观众喜爱，此次饰演林佳兰，更是将其坚韧与聪慧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从初入林府时的小心翼翼，到面对困境时的果敢坚定，谭松韵都把握得恰到好处，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，与佳兰一同经历着人生的起伏。情感纠葛，倾心相伴，共赴风雨。除了女主的逆袭成长，剧中的情感线也是一大看点。佳兰与林锦棋之间的感情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。起初，
林锦棋对这个突然出现在身边的丫鬟并未过多留意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嘉兰的善良与聪慧逐渐吸引了他的目光。在共同经历了诸多磨难后，两人的心越靠越近，林锦棋也渐渐对嘉兰倾心。他们的感情并非一帆风顺，家族的恩怨、身份的差异都如同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鸿沟。然而，正是这些挫折，让他们的感情更加坚如磐石。林锦棋在嘉兰最艰难的时候，始终陪伴在她身边，给予她支持与鼓励，而嘉兰也在林锦棋面临困境时不离不弃，与她携手共进。这种相互扶持、共赴风雨的爱情，让人感动不已。写在最后，兰香如故以其跌宕起伏的剧情、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，为观众勾勒出了一幅精彩绝伦的古装画卷。从目前的剧情信息来看，这部剧既有扣人心弦的情节，又有深刻动人的情感，同时还融入了对人性、命运的思考，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思想性。随着古装剧市场的不断发展，观众对于剧集的品质和内涵要求也越来越高。兰香如故能否在众多古装剧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一部经典之作，还需要时间的检验。但无论如何，它已经为观众带来了一个充满惊喜与期待的故事，让我们看到了古装剧在创新与突破方面的努力。相信在谭松韵、刘学义等一众演员的精彩演绎下，兰香如故必将为观众呈现出一个精彩纷呈的古代世界。让我们一同期待这部剧的正式播出，见证林嘉兰的传奇逆袭之旅。40集古装权谋大戏来袭，刘学义、谭松韵领衔，上演双向救赎爱恋。刑场大雪天，谭松韵扒开亲人尸体堆，把碎玉簪插进自己胳膊，止血。2025年最疯批古装剧来了，顶流千金变仇家洗脚婢，前未婚夫成了要毒死她的主子。桐华用兰香如故给古偶圈灌砒霜。优酷预约破200万那晚，原著党嚎哭，书中汤碗藏账不明场面千万别删。双引号，沈佳兰谭松韵事及机里那日，摆桌宴席摆满扬州城。镜头扫过她裙角坠的东珠，比太后凤冠上的还亮3分。定亲玉佩刚挂上刘学义演的林锦棋腰间，抄家圣旨就砸碎了琉璃灯。谭松韵从狗洞爬出时，华服金钗早被踩进血泥，唯剩半块定亲玉攥在手心沁出血痕。谭木爆哭，上次见这么惨的千金，还是知否明兰。双引号，桐华的刀总往心窝捅。为混进灭门仇家府邸，谭松韵扒下病死丫鬟许兰香的蓝履衫，跪在雪地里磕响头，求管家赏口薄官。双引号，当他颤抖的手接过卖身契，头顶匾额林府金漆映着血泪，正是当年他亲笔题字的婚宅。更诛心的是，刘学义冷眼吩咐这丫头眼神不净，灌完哑药。双引号，丫鬟逆袭拍成谍战片。谭松韵白天跪着给郑和惠子饰演的恶毒姨娘搓脚，夜里撬开书房临摹账本。为搞垮林家良铺，他把发霉麦粒掺进新粮，为离间嫡庶兄弟，故意在杜翠雀裙摆涂蜂蜜引毒蜂。最绝是汤碗藏账不神操作，滚烫鱼羹里沉着油纸包的罪证，亲自端给大理寺官员时，手心烫出焦糊味。优酷花絮拍到谭松韵真捧98摄氏度汤碗 ，NG 7次起满手水泡，感情线堪比淬毒蜜糖。刘学义掐他脖子按进荷花池，贱婢也佩戴兰花样簪。双引号，转眼又偷摸药膏涂他冻疮。谭松韵捅他肩膀的剪刀还滴着血，转头扮作解语花哄他喝毒参汤。屏风后偷情那段更疯，李梦演的赵家贵女在榻边勾引刘学义，谭松韵蹲在脚踏板下补裙角，手里银针差半寸就扎穿奸夫淫妇脚筋。配角全是食人花，郭柯宇演的疯癫母亲，
把馒头掰碎喂给乌鸦，吃吧，吃完替我啄瞎仇人眼。双引号。严子贤演的二少爷表面念经，转珠串石袖剑以对准兄长后心，连打更老头都是卧底，梆子声里藏着灭门暗密码。豆瓣剧组日志显示，仅前10集就埋了47处伏笔，观众列 Excel 表解码，比《甄嬛传》还烧脑。双引号。当别家女主还在等英雄救美，沈佳兰早把仇家天灵盖当登云梯。她染血的嫁衣不是爱情祭品，而是手刃禽兽的战旗。看看酷云数据，复仇女主题材今年搜索量飙升89%，观众早恨透哭唧唧小白花。坐等谭松韵杀回林府正堂，那刻当年她被拖出去的青石板路，该用仇人血再洗刷一遍。你对兰香如故有怎样的期待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咱们一起畅聊这部备受瞩目的古装大剧。